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普洱茶制作要领标准的一个专辑。今天来讲二，继上一期视频我们讲到以茶树为本，然后茶树又有6大喜好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重温一下茶树哪6大喜好第一个喜欢腐质土，第二个喜欢沙质类土，第三个喜欢微酸性土，第四个喜欢湿潮的松疏土，第五个喜欢半阴必暴晒的环境，第六个他喜欢温度在10到30摄氏度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以茶树为本，以茶树的喜好如何来选择这个茶地呢？如何来选择这个茶树的生长呢？如何来选择茶树呢？那我们要遵循6个条件，对这个茶树它是起到直接的影响。那普文现在给大家提出来哪6个条件第一个相关的是气候温度，第二个是土壤，第三个水源，第四个海拔，第5个是光照，第6个其他人都不会去理解和讲的，关于那个茶树生长的方位。因为茶树生长的方位有可能决定它在这个位置能不能长，这6个决定性的因素决定了这个茶树生产的茶青到底好不好。如果我们是要做优质立体生态结构好的茶，那我们要找到这样的茶青，那必须在这个6个决定性因素当中能够满足的。在这样的茶地当中，我们一定能找到好的茶树。这虽然有点拗口，但请大家重复观看，重复听到这里的茶友觉得普文讲的有道理的，那请给普文一个强烈的赞。如果是新茶友请关注普文，普文会给大家带来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制作。然后我们知道了这6个决定性的因素之后，我们再回顾上期茶树6大喜好之中，其实普文讲的关于土壤这一块至少是有4个喜好是关于讲土壤的。所以土壤对茶树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土壤，它怎么能够生长出来好的茶树呢？在土壤的基础上，那我们水源非常关键。水源是植物包括动物包括人类都需要的。然后呢，满足土壤和水源之后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气候的温度。普文这里讲的气候温度不光是我们人类感知的在空气当中天气预报的气候温度，这个10到30摄氏度它直接相关的是对于植物来说是土壤的温度非常重要。所以在云南的大山上海拔可能是1800、1900，但是它的平均气温土壤的温度它一般不太会低于10度，尤其是江边河域，比如说澜沧江两边茶树古茶树是最多的，包括野茶树也是最多的。那为什么这些茶树能生长的非常 OK 非常好它自己生长它非常好，因为它是河谷地带，它的整体的温度比较好，湿度比较好，水源比较好，所以这个直接牵涉到它的海拔非常有关联。比如说河谷地带的茶树
海拔可以相对的往上升，甚至2000的海拔因为它的气候、温度、土壤水源都合适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茶品就是茶树产的茶青都非常优质。光照其实我们牵涉到茶树喜好的第5个喜好，喜欢半阴必暴晒的，所以好的茶树它的自然生长它特别有意思，它一定跟某些大树相共生相邻的共生，大树可以为它遮阴，但是它同样光照比如说早晨的太阳，它能直接照射到它中午1到5点钟的太阳它可以避免暴晒。这样的茶树它生长的环境它非常 OK， 它非常好，它自然的生命力它就非常强。在满足前面4个决定性要求的前提下，光照对它的光合作用对它的茶多酚的转化代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第6个决定因素，普文为什么要来讲方位？这个方位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方位往往牵涉到我们选茶树的人对这个自然界的一个理解。比如说是一个山谷它在东半边，那西晒的太阳是不是一直晒着它？那个茶树如果未有遮阴的前提下，对茶树直接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一暴晒，茶树容易死亡，茶树的生命力就极度的下降，所以西晒的茶树我们一般不会选择。好，本期普文要给大家讲的如何选择茶地与茶树的第2部分，主要概括了6个决定性的因素，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想听关于普洱茶制作方面要领的深度逻辑，请关注普文，普文一定给大家带来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制作、真实的茶品。好，我们下一期节目见。